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的7月25号。最近一张317万的截图火爆全网，发这张截图的人被公司开除，并且拉进黑名单，永不录用。这就是腾讯 WXJ 项目组负责人叶某317万年终奖事件。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腾讯为什么这么雷厉风行呢？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？一起来听听这位博主怎么说，直接看视频。腾讯员工晒年终奖截图晒出事儿了，317万直接把自己送走了。开除还不算完，被腾讯顺手拉进黑名单，永不录用，永久封杀。这波操作属实是狠呢。起因就是一张刷爆全网的截图，上明明白白写着绩效奖金、特别奖金82万现金，增量激励235.6万股票，年终奖合计317.6万。好家伙，这比多少人10年工资还要高。结果网友神通广大，发现这截图上带着鹅厂的内部水印。紧接着就有媒体曝光，主角叶某是微信事业群某项目组的负责人，2025年拿过2次鹅厂的最高绩效评级，而且这个评级只有团队里面前1到2成人能拿。人家这317万确实是靠的真本事挣的，就是嘴没有摆住门。然后正式通报就出来了，这下大家心更痛了，原来真的有300多万奖金啊！毕竟这几年放眼望去，满大街都是裁员降薪、年终奖打折，甚至是直接归零的。但是腾讯的员工收入连续在往上涨。看一下账本，2023到2025年，鹅厂的员工福利开支就包括工资、奖金，分别是1076亿、1128亿、1306亿，一直在上涨。去年按这个数额来计算，员工的人均年薪112.8万。那凭什么涨？因为鹅厂真的能赚。2024年的税后利润暴涨了66.43%，1964亿。2025年又涨了16.97%到2298亿，2年加起来净赚超4000亿，平均每天赚超5.4亿。那钱从哪里来？游戏、广告2大印钞机，本土游戏收入增长10%，到了1397亿，占到全年营收21%以上，这块还是最大头。营销服务收入，也就是广告收入涨了20%，直接1214亿，占全年营收18.39%。广告主抢着投钱，但收入越高，职位越高，合规意识和自律的要求就要越严格。300多万年终奖是个人能力的证明，但是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心，触犯信息安全红线，实在是没必要啊！喂。对于这个事件，网友总觉得相当好。从老板的角度分析，为什么必须辞退这位员工呢？这7个点应该能很好的解释原因了，请看视频。企鹅厂的那个小队长年终奖317万，再加上正常的工资收入，这个员工的年收入应该在400左右，相当于日入过万，远远超过了其他正常小厂的老板和高级经理。他在网上嘚瑟了一下就被辞退了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从这个情况看，其实是反映了大厂的极高的利润率。他这么做，首先是坑了同行，同样都是码农，这个工资水平会被其他打工人拿着到处比，特别是施压其他大厂的老板，这就把其他大厂的老板搞郁闷了。第二，就是各路神仙的心态他也不好了，你们这么有钱呀，那以后我指定要你好看。第三，断了企鹅各种申请优惠的可能性。那比如说当地的人才公寓，知道了，你们员工钱多的花不完，那行，这个人才公寓的项目我就不批给你了。第四，刺激了当地的房东，一看是企鹅厂的员工，好，明年再加10%。第五，友商也不高兴了，我们这么配合，我们的收入竟然还不如你的一个员工。第六，合作伙伴也受刺激了，多要100多个也没什么了。第七，深深的伤害了实体经济。这些年实体经济被互联网怼得苦不堪言，原来你们赚了这么多钱呀，所以不收拾你收拾谁？说完腾讯，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大厂的新闻。就在今天7月25号，携程被罚款51.79亿，什么概念呢？天天中500万彩票大奖，得连中1036天。这个新闻可能大家都听说了，为什么携程有难八方点赞呢？因为很多用户以及商户对他有意见，可以说是人人唾弃。是不是我在危言耸听呢？一起来看看携程因为什么原因被罚的，直接看视频。棒子终于打下来了，携程被罚51亿多，打得痛快，51个亿砸得整个行业地动山摇。那罚得重不重呢？先看干了什么。市场监管总局查实，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，干了2种脏活：一是搞特牌独家合作，逼制优质酒店2选1，不许跟其他平台来往；第2个脏活是强制所有酒店给他全网最低价，而且用调价助手直接改你的房价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你敢不配合限流摘牌扣你的订单储备金。
招招见血。这些手法面熟不？从阿里巴巴、美团的2选1案，到知网的独家合作案，再到这次携程垄断案，国家反垄断执法的版图在持续扩张。但这一次有2个首次格外值得注意。首次在互联网平台垄断案件中，同时适用停止违法行为、没收违法所得、罚款3种处罚，首次实现没收违法所得16.58亿，一分不少的吐出来。所以明眼人都知道，这记重锤不只是砸给携程的，很多机构这会儿大概也在瑟瑟发抖。携程的回应很微妙，诚恳接受，坚决服从，坚决摒弃内卷式低效竞争，只字不提垄断2字，把垄断导致的内卷偷换概念成行业内卷。酒店业被垄断成这样，这是内卷吗？不是，这是被垄断卷，被资本卷，是垄断制造了内卷，而不是内卷逼着携程违规。酒店业为什么这些年屡屡被暗访曝光，马桶不杀菌，杯子不消毒，床上用品不换新呢？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说的直接，当酒店利润被压到极限，无力维护服务品质，无力投入更新改造，消费者最终得到的不是便宜的好酒店，而是便宜但越来越差的酒店。这恶性循环的起点就是携程用全网最低价把商家利润榨干。羊毛出在谁身上？不是羊，是消费者。消费者以为占到的便宜，最后都会以更糟糕的服务体验还回来。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种流量垄断加定价霸权的模式岂止携程一家啊！偌大一个中国，偌大一个产业，繁荣与否，命运走向被一家独大的平台握在手里，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事。这次51亿的罚单罚的是携程，警告的是所有平台，技术手段不能成为垄断行为的挡箭牌。回到灵魂拷问，携程这次罚得够重吧？携程2025年净利润334亿，而51.79亿相当于2个多月白干，2个多月利润换一次深刻反思，自我革新。对一家年赚300多亿的巨头来说，这记耳光疼是疼，但恐怕还不足以让他刻骨铭心。所以必须追问顶格处罚在哪里？7.5%的罚款比例虽然超过了阿里那次的4%，美团那次的3%，但反垄断法规定的上限是10%，天花板还很高，处罚的空间还很大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次处罚的标杆意义毋庸置疑，首次对全网最低价条款亮剑，首次在平台垄断案中没收违法所得，罚款比例创下新高。我想说的是，标杆还可以有更高的高度。根治垄断不能靠企业自觉，携程能在垄断这条道上裸奔这么多年，核心原因就是过去罚的太少，违法成本太低。如果每次处罚都只是2个月白干，资本的计算器会告诉你垄断依然划算。携程案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所有人记住，那家480元一晚的节假日房价被调价助手改成130元的酒店，这不是算法，这是霸凌。当一家平台可以随意篡改别人的价格，可以决定数百万家酒店的生死，它已经不是平台，它是垄断者。垄断的终点永远是全体消费者的噩梦。携程的案例绝非个例，而是互联网平台经济乱象的缩影。外卖、出行、电商、本地生活，多少赛道都曾出现过2选1、强制最低价、流量霸权啊！平台经济没有法外之地，市场霸权不容肆意妄为。别只把51亿当热闹看，这起重锤能不能真正砸碎垄断这条旧锁链，取决于下一步能不能持续顶个处罚，能不能把规矩立到其他行业去，能不能让每一个被垄断压榨的商家和消费者都看到公平回来的那天。大家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谢谢大家。